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在网络上疯传的惊人说法：60岁后千万别碰这3种加死亡搭配中。标题耸动的警告着，高丽菜和某3种常见食物一起吃，会让甲状腺几乎瘫痪，肾脏慢慢坏掉。甚至还说，许多长辈每天把这些组合当养生食物在吃，其实是在为肾脏吃毒药。乍听之下，实在令人背脊发凉。高丽菜不是我们熟悉的营养蔬菜吗？怎么一搭配其他东西就变死亡料理了呢？在座各位如果超过60岁，或者家中有长辈，相信看了这种传言难免心头一紧。所谓的死亡搭配究竟是哪3样？为什么被形容得如此可怕？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还是听起来像似是而非的谣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每一种高丽菜 X 组合背后的真相，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把谜团一一解开。别担心，我们会综合专家意见和营养知识，带各位抽丝剥茧，看看这些传闻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首先，我们先揭晓这3个被点名的组合是什么。网传影片中医生紧急点名的3组食物是高丽菜、小黄瓜。据说小黄瓜含有神秘酵素，会破坏高丽菜的维生素 C， 让营养荡然无存，等于白吃还伤身。高丽菜、西瓜，据说2者都属寒凉利尿，食物一起吃会让肾小管瞬间收缩，长期下来肾脏过劳慢慢坏掉。高丽菜、海带或昆布，据说高丽菜含抑制碘吸收的成分，遇上海带、昆布的大量碘，老人吃了会甲状腺几乎瘫痪、肿大，养生不成反伤身。听起来是不是触目惊心？维他命白白流失，肾脏功能受损，甲状腺失灵，这每一项对于银发族都是严重到足以引发恐慌的健康威胁。难怪这支影片标题用上死亡搭配这种词汇，让人看了不点开都难。然而冷静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没有人把小黄瓜、高丽菜一起做沙拉吃吗？夏天吃完饭后来片西瓜解渴，桌上又刚好有炒高丽菜，这种状况也很常见吧。海带、昆布熬汤配高丽菜，更是常听说有营养的养生吃法啊！如果这真是为肾脏吃毒药，为什么我们周遭没有大批人因此肾衰竭或甲状腺出大问题？显然，我们有必要深究其中的科学原理，找出传言从何而来，又遗漏了什么关键。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拆解这3组死亡搭配，检视传言内容，并引入营养专家的观点与实际医学知识，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揭开高丽菜搭配禁忌的真伪。首先登场的是高丽菜配小黄瓜的组合。传言中，这对清爽的蔬菜搭档被扣上了营养杀手的帽子，说什么小黄瓜含有一种酵素，会完全破坏高丽菜中丰富的维他命 C， 意思就是你辛辛苦苦吃高丽菜想补充维生素 C， 但只要盘子里多放了几片小黄瓜，黄瓜里的酵素就像维 C 终结者一样，让高丽菜的维生素 C 全军覆没。长辈们一听，可能吓得以后凉拌菜都不敢把这2样放一起了。这听起来有点离谱，却又好像带点科学道理。小黄瓜真的有破坏维生素 C 的酵素吗？答案是有的。营养学上确实记载，小黄瓜含有一种酵素叫做抗坏血酸酶，也称维生素 C 分解酶，英文名 ascorbinase。这种酵素会加速维生素 C 抗坏血酸的分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真的有这种酵素，那传言岂不是说对了？且慢，重点在于实际影响有多大。让我们来还原一下小黄瓜破坏维 C 的过程。当新鲜的小黄瓜组织被切开，接触空气时，里头的抗坏血酸酶就活化了。如果同时旁边有富含维 C 的蔬菜，例如高丽菜或番茄、甜椒等，这个酵素就可能催化氧化作用，把维生素 C 给分解掉。于是，理论上，把小黄瓜和富含维 C 的蔬菜混在一起生吃，维他命 C 含量会比分开吃时少一些。但是，理论归理论，现实中的影响非常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一般料理方式和使用习惯早就把这个酵素的作用降到微乎其微。以下几点原因，
烹调加热使酵素失活，抗坏血酸酶本质上是种蛋白质酶，遇热会变性，失去活性。如果你的小黄瓜不是生吃，而是有经过加热，比如和菜一起快炒一下，或腌泡菜时有烫过，那么这个酵素早就被破坏，无法再破坏维 C。所以熟的小黄瓜配高丽菜完全不用担心维 C 问题。醋酸抑制酵素活性，很多人爱吃凉拌小黄瓜，通常会加点醋或腌制一下入味，这可是个妙招。醋酸可以抑制抗坏血酸酶的活性，所以就算小黄瓜没有经过高温调味时，加了醋之后，酵素也几乎被废掉。凉拌黄瓜配高丽菜丝的沙拉，加点醋不仅美味，还间接保护了维他命 C， 可谓一举两得。高丽菜多半是熟吃，原本就没多少维 C， 这点很关键。我们日常吃高丽菜，大部分情况下是煮熟的，对吧？不论是炒高丽菜、火锅烫高丽菜，还是煮汤炖煮，高丽菜在烹调中大量的维生素 C 已经被热分解掉了。维他命 C 是很怕热的，煮一煮流失大半，所以你本来就没指望靠熟高丽菜来摄取很多维 C， 何来完全破坏？一说，反过来说，如果高丽菜生吃，例如台式泡菜里的生高丽菜丝，或日式炸猪排附的生高丽菜丝沙拉，那些生菜确实含有一些维 C， 可问题是生吃高丽菜在我们日常饮食所占比例极低，偶尔吃点高丽菜泡菜或生菜沙拉，里头的维 C 也不是主要维他命来源，更何况那一点点维 C 就算被小黄瓜酶分解掉一些，对总体营养摄取影响也很小很小，混合在胃里再分解影响有限。即使上述情况都不成立，生的黄瓜加生的高丽菜又没加醋，维 C 可能被破坏。请想想看，我们吃进肚子的食物在胃里会经历强酸和各种酶的分解，本来食物中的营养就不可能100%被吸收，那一点被黄瓜酵素破坏的维 C 和胃酸自身也会破坏，部分维 C 的作用比起来其实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小黄瓜本身也含有一些维生素 C， 酵素并不是只针对高丽菜，它对黄瓜里自己的维 C 也一视同仁，因此就算有损失也是互相伤害，不会造成额外对身体的危害。因此专家总结，小黄瓜和高丽菜一起吃，虽然在实验条件下维生素 C 会有分解，但日常情况下影响不大，也不需要太担心。传言把这件事描述成什么致命禁忌，实在是言过其实。我们更不可能因为吃了小黄瓜拌高丽菜就伤身，充其量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维他命的吸收效率下降。而且平常饮食里维 C 主要来源是水果、新鲜辣椒、奇异果等等，不是高丽菜。谁要补充维 C， 切一盘芭乐或橘子比吃一大颗生高丽菜有效多了。所以小黄瓜配高丽菜真的没什么大碍。话说回来，有些长辈可能还会问，既然小黄瓜酵素会破坏维他命 C， 那是不是任何富含维 C 的食物都不能和小黄瓜一起吃？放心，不需要这样草木皆兵。厨房里类似的情形其实不少，例如红萝卜，胡萝卜里也有类似的酶会破坏白萝卜的维他命 C， 但我们平常炖煮萝卜汤，红白萝卜一起煮也没见谁因此缺维 C 出问题。道理一样，只要不是完全生吃不做任何处理，大可不必担心。退一步讲，即便你生机饮食爱好者，坚持生食蔬菜，那也只要避免固定，把大量生小黄瓜跟超高维 C 的食材，例如生青椒、生番茄猛吃在一起就行，偶一为之，不至于伤害健康，充其量少吸收到一点维他命 C 而已。总之，高丽菜、小黄瓜维 C 归零这件事被断章取义的夸大了。真相是，小黄瓜的确含有维 C 分解酶，但在日常饮食里，高丽菜多半熟食，且维 C 含量本就不高，加热和醋也会解除酶的作用，所以两者搭配不至于对身体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更谈不上死亡。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每天是否摄取足够多样的蔬果，以获得全面的营养，而不是害怕某两样蔬菜放在一起。以讹传讹的谣言往往就是抓住一点科学道理，却忽略整体情境，结果吓坏大家。揭穿了第一个传言的真相后，您的沙拉可以继续放心加小黄瓜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传言，
更触目惊心的所谓肾脏毒药组合。接下来要拆解的是高丽菜配西瓜的组合，这个传言乍看让人摸不着头绪。高丽菜是一道菜，西瓜是水果，平常倒也不会把西瓜拌炒高丽菜一起吃啊。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有人饭后吃西瓜，餐中又吃了高丽菜，或者两者前后脚进入肚子，就被说成对肾脏不好。有没有这么悬？传言的说法是这样的：西瓜性质寒凉，含水超过 90%， 利尿作用非常强，而高丽菜也是偏寒性的蔬菜。如果这两样同时进入肾脏，会导致肾小管瞬间收缩，久而久之，肾脏的滤网、肾丝球就被搞坏，肾功能越来越差。听起来仿佛我们的肾脏很娇弱，受不了一点寒凉食物的刺激。这番描述融合了中医的寒热概念和现代医学的肾脏结构术语，看似有理，其实禁不住仔细推敲。让我们逐一拆开来分析。首先，寒凉与利尿这两个概念其实来源不同。所谓食物属性寒凉，是中医理论的说法，泛指食物性质偏阴寒，容易让身体觉得凉，可能影响脾胃功能等等。而利尿则是现代营养学通常用来形容某些成分，如咖啡因、某些矿物质，让肾脏排水增加的效果。传言把两者混在一起，说寒凉的高丽菜和西瓜一起吃，肾脏受寒利尿，其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的组合论述。我们还是从科学数据来看比较实在。高丽菜真的利尿吗？西瓜的利尿有多强？高丽菜的钾含量并不算高，不是强效利尿食物。为什么提钾？因为在营养学上，所谓有利尿作用的食物，多半指钾离子含量很高的食材。钾 potassium 是种矿物质电解质，摄取高钾会促进体内排出多余钠和水分，所以具有利尿降血压的效果。例如一般说的高钾蔬菜有冬瓜、菠菜、芥蓝、甜菜叶等深绿叶菜。然而高丽菜呢，每100克高丽菜的钾含量大约是187毫克左右，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跟真正在肾脏科饮食管制中所谓高钾蔬菜相去甚远。营养师指出，高丽菜其实是许多洗肾病人都可以适量食用的平安蔬菜，因为钾并不高，所以单凭高丽菜谈不上什么利尿作用。西瓜让人多尿，只是因为含水量大，并非有特殊成分伤肾。西瓜超过90%是水，吃一片下肚，相当于喝了一杯水，而多喝水当然就多尿，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然而，这和肾脏病理性的利尿剂作用不是一回事。利尿剂药物是透过影响肾小管的离子交换机制来增加排尿，以减轻心脏或肾脏负担，通常用在高血压或水肿病人身上。西瓜可没有药理作用，它只是水多，稍微含有一些果糖和钾，所以吃很多时排尿会增加，但那是健康肾脏在正常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体外。对一般人来说，吃西瓜多跑几趟洗手间，并不代表肾脏受损或被攻击。倒是有人可能因为吃太多西瓜，瞬间喝进太多水，感觉肾脏压力大，需要频尿，但这和你猛灌500cc吸水的效果一样，并不会对一个健康人的肾脏造成伤害。寒凉食物伤肾小管，缺乏科学依据。传言中最耸动的是那句寒凉的高丽菜和西瓜让肾小管瞬间收缩，乍听好像我们肾脏里的细小管道遇冷水就抽筋似的。事实上，我们吃的食物温度到了胃肠道，很快会调节接近体温，在进入血液和肾脏时，根本不存在什么寒凉之气直冲肾脏的具体物理现象，肾小管会收缩。倒是有可能在重度缺水或血压急剧变化时，肾脏为自我保护会减少过滤率，但那和吃这两样食物八竿子打不着。寒性食物吃多了，也许中医角度认为伤阳气，但现代医学角度主要担心的是脾胃消化功能，因为寒性食物可能让某些人拉肚子，而不是直接拿肾脏开刀。既然如此，可以想见，专家对这个传言也给出了过度夸张、以偏概全的评价。总结来说，一般健康的人把高丽菜和西瓜一起吃，并不会对肾脏造成任何特别的负担，更不会让肾脏坏掉。传言混淆了特定病人的禁忌和一般人的正常情况。确实，对于某些特殊族群而言，
需要注意水分和钾的摄取。例如，肾功能已经很差，进入洗肾阶段的病人，这些患者医生会特别交代，每天液体摄入要限制，钾的总摄取量也要严格控制。对他们来说，吃西瓜可能要限制量，喝水都得算 CC 数，高钾蔬菜也不适合多吃。但这和一般60岁长者是两回事，不能把特殊病人的情况套用到大众身上制造恐慌。正常的银发族如果没有肾脏病，高丽菜和西瓜都属健康食物，正常吃根本无害。话说回来，有些人或许有经验，体质虚寒或脾胃较弱的长者，同时吃很多寒凉食物可能觉得不舒服，比如有的人西瓜吃多会胃胀拉肚子，或者本身手脚冰冷的人一口气吃太多凉的，整个人觉得更虚了。这是因为食物的寒性对消化系统功能确实有影响，因此中医建议老人家少吃生冷寒凉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强调，那是消化和体感上的调理原则，不是说两种寒凉食物相加就毒如鸩酒，把肾给毁了。要是照那种传言的讲法，冬天喝碗冷饮，吃片西瓜，岂不是肾脏当场缩成一团？事实证明，我们的身体远比想象中强韧，肾脏也有强大的代偿和调节功能。正常情况下，多喝水反而有助于肾脏排毒呢？当然，前提是你的肾功能本身健康。如果已经有肾衰弱或严重肾病的人，任何饮食都需要特别小心，那是属于医疗营养范畴，和一般人真不该混为一谈。因此，高丽菜加西瓜这个死亡搭配也是被过度渲染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根本不构成什么危险，更不会慢性中毒伤肾。相反，西瓜适量吃可以帮助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夏天多吃点含水量高的水果，反而对长者防中暑有益。而高丽菜富含纤维和植化素，利于肠胃蠕动，对心血管也有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有明显的肾功能问题，或医生交代限水限钾，才需要对西瓜等高钾高水食物节制，以及掌握正确的饮食疗法。但那时恐怕高丽菜、西瓜各自都要少吃了，谈不上什么搭配的禁忌了。破解了前两个传言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也就是传言中最高阶的一个说法，高丽菜、海带导致甲状腺问题。这部分稍微专业一点，我们也细细说明。最后要讨论的是，高丽菜搭配海带或昆布的组合被指称为对甲状腺极其不利。传言的论点是，高丽菜含有甲状腺总数 goitrogen， 一般指一些会导致甲状腺肿大的物质，这种成分会强力阻碍身体吸收。点吃海带、昆布这类海藻富含碘，老年人如果同时吃大量高丽菜和海带，昆布高丽菜阻挡了碘的吸收，甲状腺就因缺碘而肿大瘫痪。这话一出，不禁让爱喝海带汤、昆布火锅又喜欢烫高丽菜吃的长辈们心惊胆战。碘是甲状腺制造荷尔蒙的必需元素，如果长期缺碘，确实会导致甲状腺肿大，也就是大脖子和甲状腺机能低下。难道一不小心养生汤变成祸害，甲状腺要出毛病？这个传言比前两个听起来更有科学性，因为十字花科蔬菜含有影响甲状腺的物质是有文献记载的，不止高丽菜、花椰菜、青花菜、芥菜、萝卜、木薯等都含有所谓促甲状腺总因子，常见的是一些硫代配糖体及其分解产物，例如异硫氰酸盐等，通称为 goitrogen 致甲状腺总物质。它们在体内会干扰甲状腺对碘的利用，从而影响甲状腺激素的生成。听起来有点严重，对吧？但千万注意，这类研究的结论往往伴随一堆限定条件。让我们看看在什么情况下高丽菜真会导致甲状腺肿大问题，需要极大量生食高丽菜，且同时重度缺碘。只有当一个人长期吃过量的高丽菜或其他十字花科蔬菜，而且摄取的碘严重不足时，才可能因 goitrogen 的作用出现甲状腺肿大。这通常发生在营养摄取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例如历史上某些内陆地区居民以木薯、甘蓝等为主食，又缺乏碘盐，曾经有过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但那是很极端的例子。在正常饮食中，
高丽菜只是菜盘里的配角之一，没有人天天抱着一大颗生高丽菜啃吧，更别说台湾自1967年开始就实施食盐加碘政策，大幅降低了全民碘缺乏的风险。现代人即使不吃海带，很多加工食品或盐巴本身都含碘，再加上海鲜摄取，缺碘并不普遍。因此，一般人每日适量吃熟高丽菜所含的那点自甲状腺总物质远远不足以造成毛病。烹调加热可破坏 goitrogen 的活性，高丽菜中的自甲状腺总物质大多不耐热，加热烹煮会显著降低它们的作用。营养师指出，烹调过程可以破坏其中促进甲状腺肿大的化学反应，所以熟的高丽菜更不必担心。老人家平时吃高丽菜几乎都是煮熟的吧？很少人像年轻人一样狂喝高丽菜生菜精力汤，所以食物上透过煮熟，这些潜在的坏分子已经被我们解除武装了。高丽菜阻碍碘吸收，对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人反而是好事。有趣的是，专家还提醒，并非所有甲状腺肿大都是因为缺碘或机能低下。甲状腺肿大分两大类情况，一种是甲状腺机能减退，常由缺碘引起导致的肿大；另一种恰恰相反，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如 Graves 巴塞杜病导致的肿大。而后者的病人其实正需要限制碘的摄入，并多吃一些抑制甲状腺的食物。听清楚没有？甲亢患者反而适合吃十字花科蔬菜，包括高丽菜，来帮助降低过高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对他们来说，吃高丽菜去阻挡碘的吸收是有益的。因为甲亢病人本来就要忌海带、昆布这类高碘食物，也就是说，传言没有区分甲状腺肿大的原因。就笼统的说，老人家甲状腺肿大是高丽菜加海带害的，这其实把两种相反的情况混为一谈。如果一个长辈恰好是甲亢体质，照传言的说法避开高丽菜，反而错失了饮食辅助疗法的帮助呢？综合上述，高丽菜加海带真有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的，几乎只有一种人，那就是长期严重缺碘又摄入过多生高丽菜的老人。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极其罕见。相反，如果老人家甲状腺已经有机能低下或结节问题，医生会直接建议他们补充足够碘或服药。饮食上适度少吃大量生的十字花科蔬菜，但不用完全禁止，煮熟基本无碍。而一般健康长者只要均衡饮食，就不会因为吃了高丽菜和海带一起煮的汤就得甲状腺病。台湾几十年前透过碘盐消灭大脖子病的历史就是明证。如今除非刻意不吃碘盐，一味偏食，不然高丽菜摊上这个罪名实在冤枉。营养师也特别提醒了一点，有些甲状腺亢进的患者，因为要限制碘，就误以为不吃海带、昆布等显而易见的海藻就好了。殊不知，生活中很多隐形的高碘食物，例如拉面店或火锅店的汤底，常用昆布熬制，碘早就在汤里，但你看不见昆布本尊。还有紫菜、发菜等等，也是海藻含碘。因此，真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专业医师或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而不是听信这种简单粗暴的传言说 XXX 食物、YYY 食物会害你甲状腺坏掉。健康的朋友就更不必忧心忡忡，一边是高纤维低卡的高丽菜，一边是富含碘和可溶性纤维的海带，两者其实都是极好的食材，把这两者冠上死亡搭配的称号，实在太耸动。说到这里，传言中三大死亡连线，我们都足以检视了高丽菜加小黄瓜维生素 C 流失问题，在日常饮食中影响微乎其微。高丽菜加西瓜对一般人肾脏无害，除非你是末期肾病患者才需慎重。高丽菜加海带正常情况下不会让甲状腺缺碘，只有极端条件才可能出事，而且煮熟基本无虞。这三个案例有个共同点，都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把某些极端或特殊的情况夸大，仿佛对所有人都会发生，从而吓人。而且在形容上用了许多耸动词汇，比如什么肾脏滤网全烂光、甲状腺瘫痪、毒药等等，增添恐怖气氛。这类手法很典型的出现在许多网络养生谣言中，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别被耸动标题牵着鼻子走。然而讲完这些，
可能您心中还有几个疑问，那为什么有些人坚信这些说法？难道一点依据也没有？还有，高丽菜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饮食禁忌？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探讨，补充几个相关的重点，让整个问题看得更透彻。其实，传言中的每个点之所以能传开，就是因为各取了一点点真实作为内核，这让它听起来不完全是瞎掰，比纯粹没有依据的谣言更具迷惑性。例如，小黄瓜破坏维 C，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科学家就发现小黄瓜、红萝卜等蔬菜中存在抗坏血酸氧化酶，会氧化维生素 C， 这甚至被写进一些旧版的营养学教材，或流传在民间智慧中。所以很多长辈可能早有耳闻，小黄瓜不要和番茄一起吃，维他命会没了之类的说法。谣言正是抓住这点，把它升级为死亡搭配，却忽略了料理方法，以可避免这问题，以及维生素 C 来源多元的事实。寒性食物利尿，在中医养生观念里，年纪大的人确实不宜过食生冷寒凉，以免伤身。而水果如西瓜，水分多，吃多了跑厕所，民间也会说很利尿。这些生活经验被拼凑到一起，就成了危言耸听的寒凉一起吃，肾脏坏掉了。事实是，一般人的身体自有平衡机制，但传言把传统观念和现代医理揉在一起，很多人一时分不清，就容易相信。高丽菜治甲状腺肿，上世纪中叶以前，碘缺乏在某些地区是公共健康问题。当时医学文献报道过大量食用甘蓝导致的甲状腺肿案例，加上动物实验也证实了某些植物化合物影响甲状腺功能，于是坊间就流传有甲状腺问题不要吃包心菜、高丽菜这种说法。有些知识不够全面的人，把这样的片面建议扩大解读，就变成了对所有老人都提出的禁忌，而实际上要达到影响，需要的条件严苛得多。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理解，谣言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而是将部分真相放大扭曲。作为听众，我们要学会抓关键，有没有考虑剂量，有没有考虑特殊体质 vs 一般人，有没有混淆偶发情况和必然结果。通常越是煽情的说法，越需要打个问号。第三，注意洋葱与某些药物的相互作用。谈完了坊间流传的饮食禁忌，我们再说一个确实值得注意的洋葱搭配问题。不过这里的搭配指的是药物，许多人不知道，洋葱中的一些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凝血药物和降血压药物。洋葱本身具有轻度的抗凝和降压效果。我们前面提到过，洋葱里的硫化物和胡皮素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同时，洋葱还能减少血小板凝集，使血液不易凝固。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好事，可以预防血栓。但对于正在服用阿司匹林、华法林等抗凝血药的人而言，如果大量食用洋葱，可能让药效相加，导致血液变得过于不易凝固，增加出血风险。同理，如果有人正在服用降血压药，又狂吃洋葱和大蒜等降压食物，可能出现血压偏低、头晕无力的情况。临床上曾有案例，患者服用了含大量大蒜、洋葱成分的保健食品，再加上药物，结果凝血功能指数明显降低，所幸及时调整治疗。为此，医师提醒，正在出血或服用抗凝药的人，血压本来就很低的人，应该节制生吃大量洋葱，并不是说这类人群完全不能碰洋葱，而是不要过量，尤其不要把洋葱当保健品一样狂吃。如果平常只是一般烹调作为调味，每天吃几片洋葱，其实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你有上述状况，又特别喜爱生洋葱或浓缩的洋葱汁，建议先咨询医生。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像葡萄柚会影响某些药物代谢，需特别避免。同样道理，洋葱虽不像葡萄柚对药物代谢影响那么剧烈，却也可能在药理作用上和药物相叠加。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正在用药的朋友应该留意饮食，洋葱、大蒜、人参这类会影响循环或代谢的食材都不要摄取过量。第四，过量辛辣或产气食物一起吃易引起不适。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禁忌话题外，其实关于洋葱还有一个小常识，就是它本身属于辛辣食物。如果再和其他辛辣刺激的食材同时大量食用，
可能对胃肠造成更强的刺激。举例来说，洋葱配大蒜、辣椒、生姜一起炒，固然美味提香，但对于肠胃敏感或者有胃炎、胃溃疡的人来说，这么火上加油容易引起胃痛或消化不良。因此，有些养生建议洋葱不要与过多辛辣之物同食，以免加重体内燥热。当然，这不是说健康人不能姜葱蒜辣一起下锅，毕竟很多美食里这些组合太常见了。只要你胃肠无虞，适量吃都没问题。这项提醒主要是给那些肠胃不好的人。此外，洋葱含有相当丰富的果寡糖和可发酵纤维，是典型容易产气的食物。有些人吃了洋葱会放屁、胀气，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再搭配很多高淀粉的豆类或地瓜一起吃，肠道产气量可能更高，导致明显的腹胀不适。所以对于肠燥症或容易胀气的人，洋葱应该适量，且避免和大量产气食物同餐。比如你已经喝了豆浆，吃了地瓜，那就别再大量生吃洋葱沙拉，不然肚子可能会非常不舒服。这些组合倒不是什么毒药，但会让你的肠胃气氛不太友善。饮食上需要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反应，并适度调整。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做个小结。洋葱本身是一种健康的蔬菜，拥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成分。绝大多数情况下，洋葱和其他食物一起烹调食用都是安全的，不会莫名生成什么剧毒物质。网络上那些把洋葱混搭说得像生化武器的传言，多半是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些说法，不要轻信谣言。同时，这也不表示洋葱可以无限制的乱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适量、均衡始终是饮食的不二法门。对某些特殊族群而言，洋葱的确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它可能影响药效或刺激肠胃，这就要按照医嘱或依自己情况节制。最后，希望大家在了解真相之后，既能安心享受洋葱美味带来的健康好处，又不会被无谓的谣言吓住。下次再听到洋葱不能跟什么一起吃的惊人言论时，你大可以淡定一笑，并且分享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对方洋葱有5大神效，但并没有传说中的剧毒搭配。聪明的食用洋葱，扬长避短，你的餐桌就能既安全又养生。经过我们逐项拆解，相信大家对高丽菜死亡搭配的真实情况已经心中有数了。我们不妨来个小重点回顾，方便记忆。谣言搭配1：高丽菜加小黄瓜。传言小黄瓜的酶会破坏高丽菜维生素 C， 事实酶存在，但影响有限。小黄瓜加热或加醋可失活酶，而且高丽菜熟吃本来维 C 就所剩不多，生吃情况也少见，因此一起吃不会危害健康，营养损失可忽略不计。谣言搭配2：高丽菜加西瓜。传言都偏寒凉利尿，伤肾，导致肾脏慢慢坏掉。事实，高丽菜并非高钾利尿蔬菜，西瓜多尿是因水分多，正常肾脏可应付，对一般人而言没有害处，只有肾脏病患才需控制水和钾的摄取，那属特殊情况，不能当作普遍禁忌。谣言搭配3：高丽菜加海带昆布。传言高丽菜阻碍碘吸收，老人吃了甲状腺肿大瘫痪。事实，十字花科蔬菜的确含抑制碘利用的物质，但需大量生食且缺碘，才会有明显影响。日常熟食和正常碘摄取下，不会造成甲状腺问题，反而甲亢患者吃些高丽菜还有助调节。一般长者均衡饮食下，无需担心这组合。真正该注意，服用抗凝血药者，维持蔬菜摄取均衡，避免维生素 K 摄入大幅波动。肾功能不全者，注意钾和水分控制。高丽菜属中低钾，蔬菜仍可少量食用，并采取汆烫方式减钾。高盐腌制的高丽菜制品、咸菜、泡菜对心血管和肾脏不利，要限量。普通高丽菜菜肴则无此顾虑，均衡多样是王道，不因谣言而偏废任何一种蔬菜。身体需要的是多种营养的协同作用。说到底，60岁也好，任何年龄也罢，与其钻牛角尖，害怕某2样食物不能同吃，不如把精力放在整体饮食模式的改善上。对银发族来说，真正的健康杀手并不是什么蔬菜水果搭配禁忌，
而是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比如高油、高盐饮食、蔬果摄取不足、蛋白质不够或过量甜食过多等等，这些才是需要重视的大方向问题。高丽菜加小黄瓜、西瓜、海带，经过我们分析，都不会要了谁的命。相反，如果因此害怕吃蔬菜水果，反而可能因为营养不足导致健康下滑，那才得不偿失呢。您不妨想想，我们祖辈几十年来，高丽菜炒肉丝、小菜黄瓜、西瓜水果、海带排骨汤，不都好端端吃了这么久？要真那么可怕，早就应验在无数家庭中了。科学与经验都告诉我们，适量、均衡、多样才是健康饮食的不二法门。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谣言喜欢以耸动吸睛的方式传播，尤其长辈们重视养生，正符合一些不消自媒体下饵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性，遇到骇人听闻的说法，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查证来源，不妨咨询专业营养师或医师，他们基于科学知识会给出较客观的建议。最后再强调一次，高丽菜本身是营养丰富的好蔬菜，小黄瓜清爽，水果西瓜解渴，海带昆布补碘，这些食物各有其优点，没有哪种食物是完美无缺，也没有哪种普通食物是剧毒之物，关键在于如何搭配整体饮食。希望经过今天的深入解析，您不但打破了对死亡搭配的恐惧，还学到一些营养小知识。下次再看到类似的耸动养生文章时，您就能冷静判断，保护自己和家人不被误导。结语：年过60，我们更应该享受美食带来的幸福，同时注意营养均衡，别让毫无根据的谣言限制了餐桌上的选择。高丽菜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吧，只要饮食整体健康，您大可以安心大快朵颐。祝愿所有长辈们都能理性养生，吃得开心又吃得健康。健康不是拒绝食物组合，而是拥抱多样性与适度原则。我们一起以科学为依据，远离谣言惊吓，迎向真正的长寿之道。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段影片文案让您既感到有趣，又获得实用知识。如果觉得有帮助，别忘了分享给更多朋友，让大家一起打破养生迷思。